求姨母收留我！你个穷乡僻壤来的低贱亲戚，还妄想攀附咱们谢府的人，拿着你的东西，赶紧滚！姨母，姨母！初遇谢景恒的风雪夜，我因投奔姨母被拒，被赶出谢府。谢景恒如天神般降临，让走投无路的我重燃希望。表兄，今夜风雪太大，可否收留我一夜？明日我便离开。苏姑娘自重，谢家乃百年世家，公子身份尊贵，并没有什么苏姓表妹，也不会收留外客。求你了。陆晨，送他去书斋吧。是。唐婉，多谢公子。谢家人不知，在我即将被赶走的那夜，我在书斋里勾引了谢景恒，谢家最尊贵的嫡长子。如今景恒在朝中身居高位，这次又破了江南盐税一案，深受当今皇上的赏识。此次回来，我们也该好好的张罗张罗他的婚事了。咱们谢家可是京城第一世家，景恒又是嫡长子，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品貌俱佳，无一妾室。公主和贵女们可都盯着他的正妻之位呢。景恒啊，你是谢家未来的家主，正妻之位呢，影响着谢家的前途，势必要娶一位家族得势的女子。你可有中意的姑娘？但凭祖母和母亲安排便是。说起来，唐婉也到了该议亲的年纪了。老夫人，唐婉身份地位，有幸得老夫人和表兄垂怜，心中万分感激，愿一辈子侍奉在您身边，终生不嫁。哪有女儿家不嫁人的？我知道你懂事，从不越矩。回头啊，让你姨母从上京赶考的局里挑一位品行端正的，我可以做主，让你成为正妻。唐婉多谢老夫人。一个上门投奔的低贱庶女，做妾都是抬举，还妄想当正妻。祖母、母亲，我还有公务要处理，先行告退。去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苏姑娘，公子在书斋等你。我知道了，原以为攀上谢景恒是一条生路，却不料会是我噩梦的开始。你想嫁人？公子，进了我的书斋，可没这么容易出去。糖糖，你今日不乖啊，我很不高兴。人人都称赞谢景恒，只有我知道，他克己复礼的外表下，隐藏着疯狂又邪恶的灵魂。醒了就过来研墨。从白日折腾到晚上，谢景恒这人怎么还有精力处理公务？是。磨磨蹭蹭像什么话？我力气小，手都酸了，如何有力气研墨？研墨也酸，再踏上也酸，你怎能如此娇气？狗男人又在拿我取乐，害羞的样子还挺可爱。公子，你唤我名字。景恒哥哥，别动。像个孩子，何时才能长大？若他来日成婚，是否也会这般温柔地对他夫人？景恒哥哥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你我都是不守规矩的人，不然你也不会攀上我，我也不会上钩。况且我的唐婉这么美，岂能嫁给他人？果然，他喜欢的不过是我的美色，还有这种背地里放肆沉沦的快感。待我成婚，我便让祖母将你送我做妾。以色侍他人，终有年老色衰被人抛弃的一日。记住，
要寻一知心人，为他正气，一定不要做弃。你不愿？苏唐婉，当初是你求我联系，如今你的妹妹还在谢家女子书塾念书，你应当不想她再和你过从前那般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他在威胁我。你若是再不乖，我便提前纳你为妾。公子，您尚未娶妻，怎能提前纳妾呢？有何不可？若是这样，我还如何离开？景恒哥哥，你是谢家未来家主，身份尊贵，我只是担心，若是被大夫人发现我早就勾引你，会将我赶出谢府的。我爱慕你的，我是想一生一世守在你身边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无人敢赶你出去，也不会让你受欺负。价值连城的花瓶里，怎会只放一枝花？公子，苏姑娘已回到西院，夜里风大，您快进屋吧。春寒未过，明日你派人往西院多送些炭火和新制的衣衫，便说是老夫人的意思。是，每次送苏姑娘回去，公子都会站在门口等着，也从不以自己的名义往西院送东西。从前公子是那般清心寡欲的人，想不到竟会对一个庶女痴迷上心。公子，您是名门谢氏嫡长子，苏小姐是一个破落门户的庶女，谢家不会同意让她给您做妾的。何不让老夫人做主，将她嫁一举子，还能为人正妻？住口！属下失言，请公子恕罪。从小到大，我的任何事都由家族做主，包括娶妻。难不成他们还想阻碍我纳妾？可是此生我只任性这一回，我只要苏唐婉。姑娘还是求大公子怜惜些吧。若是被人发现了，大夫人定会说你狐媚勾引，您的后半辈子就毁了。若我不装乖求他，他巴不得让旁人知道我与他厮混的事，又哪里会管我？公子无妻无妾，身边只有姑娘一人，可见他还是喜欢姑娘的。他哪里是喜欢我呀？谢景恒长期克己复礼，与我背地私会，想要提前纳我为妾，不过就是不满谢家长期以来对他的管束苛刻，想要拿我当一个反叛的工具罢了。待我成婚，我便让宗人将你送我做妾。以色侍他人，终有年老色衰被人抛弃的一日。记住，要寻一知心人，为他正妻，一定不要做妾。小娘，小娘，小娘！等他娶了正妻，新婚燕尔，自然也会把我这个玩物给忘了。那姑娘现在该怎么办？找一时机逃离谢府。苏姑娘，老夫人让你去花亭一叙。真是一对佳人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下次小心点。那位便是和大公子青梅竹马的太师府嫡女林姑娘吧？听说两家有意结亲。林姑娘可是满京城第一贵女，温柔端庄，琴棋书画样样皆是绝顶，这样的名门庶女才配当咱们未来的主母。谢景恒很快便会娶门当户对的正妻，我必须想办法尽早离开。糖糖，过来。离我这么远，怕我吃了它？唐婉见过老夫人、大夫人、大公子、林姑娘，这便是二姨娘家的外甥女唐婉吧？想不到竟如此美艳。唐婉是个恪守本分的好孩子，这些年对我们、对他表兄都十分尊敬。长得再美又如何？景恒不近女色，也无妻室，更何况苏唐婉身份低贱，景恒根本瞧不上她。可怜呐，唐婉的父母早亡，无人替她操持婚事。唐婉只想侍奉在您身边，不想嫁人。这狐妹子果然心存不轨，还想勾引景恒。老夫人放心，我会让父亲留意仕途有望的举事，将来啊，定会为唐婉指一段好姻缘。还是趁早将这女人打发走为好。
多谢林姑娘，老夫人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坐吧。坐到我身边来。景恒，你这是何意？那边是风口，他有咳疾。唐婉这丫头呢，身体弱，怕风，去景恒身边坐吧。是，我听说2年前是景恒将妹妹接入府中。是，表兄慈悲心肠，不忍我和小妹颠沛流离，这才给予了我容身之所。唐婉万分感激。举手之劳，表妹言重。看景恒这样子，显然是对苏唐婉这个女人无意。我们景恒啊，严于律己，身边无一妾室通房。直到我看到了雪莹姑娘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啊，她早就心有所属了，还是这么一位家世高贵、才貌双全的好姑娘。正因景恒的婚事定了，我才担心唐婉的婚事。老夫人放心，我定会让父亲留意。春日宴上，咱们好好物色一番，说不定他还会比景恒更早成婚呢。是唐婉粗手笨脚，不慎打翻了茶具，还请老夫人恕罪。莫非是我看错了？毫无礼貌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今日有贵客在，怎么如此的莽撞？赶紧下去。是。打翻个杯子而已，母亲何必动怒？景恒，你罢了，我也乏了，陪我回房间休息吧。是。可有伤到？公子若是没有什么事，唐婉先行告退。参见大公子。大公子不是在和林家姑娘议亲吗？怎么会抱着一个女子啊？看着好像苏姑娘啊。大公子是何等身份，岂容你我议论？你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做什么呀？你快放我下来！好在西院人烟稀少，若是让旁人给看到，我不想再等了。待会儿我便同祖母说，今日就纳你为妾。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嫁给别人？景恒哥哥，谢家可是名门世家，你尚在议亲，若是让旁人知道你提前纳妾，定会对你的声誉造成影响。你当真是在体贴我？是你议亲，又不是我，为你着想反倒成了我的不是。你就是欺负我，说不过你。哭什么？说2句就哭，越发娇气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都依你。公子，老夫人唤你过去。不去。公子，林姑娘还在等你呢，莫要让她久等了。那我晚些再来看你，乖一点。我等你。姑娘，谢府上下都在传，大公子春日宴之后就会迎娶他的心上人太师嫡女林姑娘为正妻。原来啊，他早就心有所属了，还是这么一位家世高贵、才貌双全的好姑娘。那样的一位贵人，哪个男子会不喜欢？这谢家和林家是名门世交，朝堂上互为助力，结亲百利而无一害。他们倒是姻缘美满了，那姑娘你怎么办啊？姑娘，您会当公子的妾室吗？绝不。他结亲那日，便是我离开他的时候。小娘，我听闻祖母想帮苏唐婉在春日宴上物色夫婿，说不定过几日就要定亲了。咱们不是已经答应了周老爷，把苏唐婉卖过去做妾吗？此事不成，他如何肯帮我在侯夫人面前说话？那个庶出的小贱人还妄想成为正妻，我岂会让他如愿？小娘这是有办法了。今日春日宴，世家大族齐聚谢府，大公子又要与林家结亲，
若是苏唐婉在此等日子让谢府蒙羞，我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姨母，你们母女二人想卖我做妾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这谢家不愧是百年世家，府邸如此之大，这下该怎么做？好美，好似天上的仙子啊！仙子，哦不，见过姑娘，在下温之许，乃是此次入京的举子，有幸来府中做客，却不慎迷路。原来是温公子，出了这院门，左拐便是席面。多谢姑娘。这便是今日助人死一轮的谢府那个貌美的表姑娘。虽说温之许如今只是个举子，却也有功名在身，而且为人勤奋老实。就她，苏姑娘，苏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方才你妹妹不慎落入水中，现在人还在厢房里，一直昏迷不醒呢。什么？快带我去见她！终于来了！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，放我出去！小美人儿，我来了，来吧。小美人儿，你还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尤物啊！史迷香，你别过来！你就从了我吧，做老爷我的18房妾室，一定让你舒服。来吧。今日春日宴，京城世家大族都来了，景恒到现在都不见踪影，像什么话？老夫人、大夫人，景恒公务繁忙，许是有事耽搁了。林姑娘不仅出身高贵，还善解人意，难怪啊，一向清心寡欲的大公子都为你倾心。唉，不像唐婉那丫头，这都开席这么久了，人都不知道哪儿去。外家的一个庶女，能懂什么道理？苏唐婉那种以色示人的玩物，也配跟我争？派人去找表姑娘。是。不知是哪个家丁婢女，敢在谢府行秽乱之事。老夫人、大夫人，方才苏姑娘说她头晕，奴婢便带她去厢房休息了。莫非她不是头晕？大夫人，表姑娘她和一个男人在后花园。不是说谢府这位庶出的表姑娘最恪守礼节的吗？想不到竟是如此淫乱之人。老夫人、大夫人，谢府是百年世家，怎能容一个外姓的庶女损害家族名声？翻了天了！来人，给我撞门！大夫人，都是我这个做姨母的管教无方，唐婉兴许只是一时糊涂，就饶了她这回吧。她不要脸面，我们谢府还要脸面呢！来人，撞门！是。老夫人、大夫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知羞耻！来人，给我把奸夫拖出来！大夫人，你不能进去。苏唐婉，谢家念你孤苦无依，收留你入府，你竟自甘堕落，与外男苟且。唐婉啊，你怎么能干出如此丑事儿啊！老夫人、大夫人，事情并非你们想的那样的。唐婉妹妹也算是景恒名义上的表妹，却如此不堪。此事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误了景恒在前朝的名声？贱人！都怪景恒太善良，才会留你这个祸害在家里。来人呐，给我搜！是。庶出的贱婢，还想为人正气，下辈子怎么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？老夫人，玉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下作的东西，
我精通医理，这点小手段还不足为惧。大夫人，方才我有些头晕，想来厢房休息，没曾想竟遇到玉瑶姐姐和周老爷正在。我本想私下告诉你，不料二姨娘却误会了我，将那贵客给带了进来。你胡说！苏唐婉，明明是你勾结周老爷来陷害玉瑶的。公子，席面上出事了，有人诬陷苏姑娘与外男苟且。二姨娘，我与那周老爷素不相识，你不能因为玉瑶姐姐犯了错，就要污蔑我呀！就是你害的我！够了！做出这等苟且之事，谁能害你？大夫人，如今大公子在朝为官，又即将结亲，为保谢家声誉，不如便说我们早就有意将玉瑶姐姐嫁与周老爷为妾。事已至此，只能这样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拖出去，择日送入州府。香娘，香娘，我不要香娘，求你饶了我的女儿，女儿！唐婉，别学你表姐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安扎事。是。苏唐婉，我要你死！他是我的人，谁敢动他？将张氏拖出去，杖责30，发脉出夫。是。苏唐婉，你不能好死！景恒，你流血了，快传大夫！有没有受伤？你的脸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是我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要打回你母亲不成？此事与大夫人无关，今日之事只是一个误会。事后，谁再敢动唐婉一下，后果就如同张氏一般。景恒，你如此维护唐婉妹妹，方才又说她是你的人，这是何意？公子也只是心善，他把我当成谢家人，为了救我才会这么说。可我从未把你当作妹妹。你这话又是何意？公子是谢家的嫡长子，而我只是一个外室庶女，自然是并不相配。如今我姨母母女做出如此丢脸之事，唐婉更是没有颜面留在谢家。好了，景恒手还在流血呢，现在找大夫要紧。姑娘调制的药膏，奴婢已经送去大公子的御清院了。姑娘当真不去瞧瞧大公子？多的是人关心他，根本就不差我这一个。况且人多眼杂，我还是不去为妙。二姨娘一直想将姑娘卖了做妾，扳倒她是好事，但若是连这一层远亲关系也没了，更没借口留在谢家了。无妨，本来我也是要走的。你想去哪儿？大公子。出去。是。景恒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好些了吗？脱了。为何？半年前你为了留在谢府，在我的书斋里，不也是这么做的吗？够了！如今姨母已走，我已经彻底成为谢府里的外人。公子若是厌恶我，不如趁早将我赶出府去。把你赶出谢府，不就顺了你的愿，让你和那个菊子在一起吗？他发现了。什么菊子？就是今日在花园里与你眉来眼去的那个菊子，温之许。他今日来花园赴宴，只是迷路，我为他指路而已。我不想听你说他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的。糖糖，别惹我不高兴。你喜欢的是林姑娘，又不是我。吃醋了？我如此宠爱你，
即便娶妻，也绝不会让他欺负你。以色侍人带来的宠爱，又能维持多久？还疼吗？那个紫色的药膏是我亲手调配的，里面还加了安神的药材。今夜可不许说手酸了。你又欺负人！公子，林姑娘想邀您上街游玩。我看着像是有闲工夫陪她上街的吗？不去。可若是公子您多和林姑娘培养感情，早些结亲，苏姑娘也能更早的名正言顺的入府啊。备车。姑娘，咱们真能在星河堂遇见温公子吗？春日艳遇他，他身上有明显的药草味，家中定是有人药汤不离口。这星河堂药材实惠，百姓们最常去的就是这家。哦，姑娘，是温公子。啊，抱歉，姑娘，是在下失礼。温公子，好巧。苏姑娘，竟然是你！温公子，好巧。温公子近日可是身子有不适？啊，是家母患有头风之疾，我时常便要来为她抓药。温公子，可否将这药材给我看一看？苏姑娘，请看。伯母因是头重胃寒，郁风加重，可在这药材中加几味细辛和薄荷，有驱经散寒之效。想不到苏姑娘不仅才貌出众，还通晓医理，在下自愧不如。温公子年纪轻轻就当了举子，日后定是前程无量的。公子，给夫人买几只首饰呗。她不是我夫人，你我未办婚宴，你尚未入门，随意称呼对你的名声有影响。姑娘，谢公子为人正直守礼，这是为了你的名声考虑。景豪，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公子好眼光，这是海棠簪，我夫人亲手制的，全京城独一只。你这玉清院哪儿都好，怎么只有一棵梅花树？这桌上连个花瓶都没有，怪冷清清的。我又不是女子，何须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？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叫唐婉，自然是喜欢海棠花啦。若是能有一个海棠簪，我定日日戴着。这只簪子我要了。陆晨，公子出手真是大方，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景豪，你买这只海棠簪是想送给谁？你在谢府花园种满海棠花，又对这只海棠簪情有独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和唐婉妹妹有关系呢。那不是唐婉妹妹吗？她竟和一个男子在一起。公子，是温之许，这是姑娘那日掉落的香囊，在下物归原主。温公子今日复考，这香囊中有安神助眠的药材，温公子若是不介意的话，留下便好。难怪我今日睡得特别好，那就谢谢苏姑娘了。唐婉妹妹啊，真会挑男人。我听父亲说，温之许是这批复考学子里最有才华的那个，将来啊，定能考取功名。若他们二人结亲，景豪，姑娘还是少出去为妙。若是被人发现，定会说您与温公子私相授受，再被大公子察觉，您以后在谢府的日子就更艰难了。我倒是巴不得他们将我送出府去，省得我筹划离开。可是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回来了。公子，
你今日去哪儿了？我不过是觉得在府中十分烦闷，想上街去走走。公子，您请用茶。你若是觉得烦闷，等我这几日忙完，便带你去踏青。他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不用，公子婚事将近，这朝中有诸多事务，不用管我。你不用我管。幽兰，我总觉得心里不安，感觉景恒和苏唐婉之间关系不一般。那苏唐婉不过是落魄门户的庶女，给谢公子做妾的资格都不够呢。即便日后谢公子纳她为妾，您才是谢家主母，公子的正妻，这打发一个贱妾也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儿。你说的也对，倘若他真的想勾引景恒，我定找个人牙子将他发卖出府。见过林姑娘，为何不见苏姑娘？这是苏姑娘从前的院子，她现在住在西院，就在前面不远处。公子不要！你跟我说不要，半年前你求我，我便让你留在谢家。你说你要送妹妹安安去读书，我便送她去谢家女子书所。你想名正言顺，我便依你，等成婚后再纳妾。堂堂，是不是我太纵容你了？让你敢背叛我，去勾搭那个寒门菊子？谢家女子书处规矩森严，即便你去接安安，你也带不走她。是啊，我怎么忘了？谢景恒可是名门世家出身的嫡长子，便是曾经施舍出去的恩惠，也会变成他拿捏的把柄。景恒哥哥，我离了你还能去哪儿呢？我那嫡母至今还虎视眈眈，想把我和妹妹卖人做妾。我只不过是怕你不要我了，我只是想找一安身之地。我何曾说过不要你？林姑娘知书达理，人人都称她是京城第一贵女，与你最是相配。我是害怕你厌弃我不要我了。景恒哥哥，我害怕。明知道他在装乖扮惨，可见了他的眼泪，我竟还生不起气来。你倒是会倒打一耙。待我成婚，便会向祖母讨要你，让你名正言顺以贵妾身份入府。我答应会护着你，绝不食言。我信你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只海棠簪吗？可还喜欢？他竟然还记得。可还喜欢？喜欢。从今往后，你必须和那个菊子断了。我真没有，今日只是偶遇。景恒哥哥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你还知道哄我？姑娘，这就是苏唐婉住的西院。谁在那里？他们二人竟背着我无媒苟合！姑娘，看样子是谢公子愿意的。您若是现在冲进去，定会惹他不悦呀。唐婉妹妹，我有事找你。景恒也在这儿，你们……公子是来给我送东西的。桃花簪，
果然是给这个贱女人的。你来做什么？老夫人跟我说，让我多带唐婉妹妹走动。我想过几日邀请她去灵府上参加我的生辰宴。既是老夫人的意思，那唐婉便恭敬不如从命。景恒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给老夫人请安。唐婉恭送林姑娘，大公子。姑娘，林姑娘知道了你跟大公子的事，会不会告到老夫人那儿去？她尚未入府，不会操之过急。奴婢瞧着大公子也没有多喜欢林姑娘，可见他对你是有真心的。小姐，其实您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当年父亲如此宠爱小娘，还不是在他被嫡母毁容陷害之后逐渐厌弃？可见这男人的真心是最不可信的。该死！谢景恒宁愿宠苏唐婉那个庶出的女人，也不愿和我多待一时半刻，就连我的生辰宴，他也找借口不来。姑娘，您是京城第一贵女，有的是大好儿郎求娶，眼下尚未和谢家结亲，不如和老爷夫人说，这门亲事就此作罢。不行，论家世和样貌，满京城谁比得上谢景恒？我林雪云要嫁，就要嫁这世间最好的男儿。奴婢听闻，近日城内出现一批流匪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姑娘的长兄走南闯北，自是有门路买通他们。若是这苏唐婉死在流匪手里，咱们呀也能撇得干干净净。这样美艳的衣裳穿在那苏唐婉的身上，定是美艳又招摇，是那批流匪最喜欢的猎物吧？是。林姑娘，我为你准备了生辰礼，还望林姑娘不要嫌弃。今日是我的生辰宴，邀众姐妹来此一聚，若有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雪银真是貌美心善，竟让这落魄孤女来，别是拿什么落魄的东西让我们大家笑话。礼物不重要，人来了就行。这是真凤阁实心的珠钗，专进贡给皇宫的，千金难求啊！还以为这位苏小姐借助谢府是最不得宠的，竟能买到如此好物。苏唐婉有什么能耐，还不是依靠谢景恒？多谢唐婉妹妹。今儿不是林姑娘生辰宴吗？怎么没见谢公子来啊？景恒有公务在身，他已将礼物提前送给了我，今日便不过来了。谢公子知道我们姑娘自小便喜爱海棠，命人特意订了这支独一无二的海棠簪送给我们姑娘。怪不得谢府花园种满了海棠，要么怎么说雪云是谢公子的心上人呢？原来他喜欢海棠是这个意思，我竟还自作多情。好了，不说这些，我也为众姐妹准备了礼物。唐婉妹妹，这是我命人为你制的披风，快试试吧。苏姑娘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唐婉不敢收。日后啊，等我嫁进了谢家，我就是你的表嫂了。这件礼物啊，就当做提前给你的见面礼，给苏姑娘穿上。是。哇，真好看呀！再美又如何？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来人，有刺客！有刺客放手啊！清河，快走！抓住那小娘们儿！苏唐婉，你死定了！抓住他！景恒，你这样一个清心寡欲、恪守礼节的人，竟也会金屋藏娇，宠着一个女人。想必他知道你与林家定亲的话，定是整日哭闹吧？你懂什么？他性子乖顺，从不胡闹。这世上真有那么乖的女人啊？依我看，女人若是不吃醋，要么是不爱你，要么就是要离开你。
公子，出事了！灵府遭遇劫匪，苏姑娘被劫走了。糟了！立刻去城防司，全城封锁，立刻搜捕。是，走。今儿这票干了个大的啊！说实话，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呢。肯定比之前见过的好啊！大哥，好多官府的人，该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？不对呀，咱们抓的不是个孤女吗？难道她是哪个高门贵女？哥，怎么办啊？快把她办了，天亮之前把她活埋了。走。公子，城门已封，现在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若是他们已经出城了，该怎么办？立刻去追那辆马车。是。这模样，趁大哥没到，先看看这货值不值钱。追！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你别过来！是他，唐婉就在附近，继续搜。公子。若是让大夫人知道你把谢家嫡系100精兵全部派出，只为了找一个外家的庶女，属下担心。我说过，我只要她，谁敢阻拦，只有死。你别过来，我可是谢家的人，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就死定了。哼，谢家那不是贵族之首吗？大哥，雇主说了，这娘们就是寄养在大户人家的孤女，跟养条狗没区别，咱们直接干。你们敢？哼，现在可没人能救得了你，你跑不了的嘛！不要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我知道你绑架无非是为了求财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1万两，把他放了，我可以放你出城。不可能，我必须要把他带走。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半路反悔？这是谢家的令牌，有他在，无人敢拦你。唐唐！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小心！谢景恒，你没事就好。谢景恒，景寒，你怎么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夫人，现在大街上都在传，今夜大公子出动禁军和谢家嫡系精卫，是为了救一个女人。胡说！景鹏向来恪守礼节，身边都不曾有女人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等有失体统的事情？奴婢也不知道真假呀。这个该死的狐妹子，既让景恒背着骂名去救她，还差点赔上性命，我定不会放过她。这些事情哪有景恒的命重要？太医，景恒怎么样了？回老夫人，剑已经取出，微臣也给大公子服用了保心丸，若是明日高烧能退，便无大碍了。现在需要让大公子好好休养。好。疼疼。别哭，我来了，疼疼。景恒在说什么？
大公子好像在唤一个女人的名字，难道是？景恒，大夫快呀！大夫人放心，大公子咳血是在排毒。老夫人、大夫人，我留下来照顾大公子就好了。也好，唐婉留下，若有什么事情，及时告诉我们。小心！谢景恒，谢景恒，你没事就好。你为何要不顾性命替我挡那一剑？你知不知道？我欠你的越来越多了。你醒了，公子，已经不烫了，我去喊太医过来。不要走。昨夜那劫匪要带你出城，是想用你来要挟我。可他不知，我只是一个落魄孤女。糖糖，这世上除了你，无人能影响我。我喜欢你，我原以为将你放在暗处是对你的保护，但我错了。糖糖，在我成婚当日，我以贵妾身份迎你进谢府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。景恒，我不想做妾，你可不可以娶我？糖糖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日后我便带你出府别住，你再也不会见到林雪吟。糖糖，你别哭，他只是比你多了一个名分而已，我绝不会让他欺负你的。苏唐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期待什么？景恒哥哥，你以身救我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让你为难？我知晓你的心意，便足够了。糖糖，我只要你在我身边。难不成大公子暗地里养的女人就是苏姑娘？这一切也该结束了。你这个狐妹子，我真是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是你勾引的景恒。苏唐婉真是命大，这都不死。老实交代。半年前，我因投奔姨母被拒，是公子怜惜我举目无亲，这才允我容身之所。他允诺我，若是来日成婚，定会收我为妾。想得美！能不能进我家门，还得我说了算。昨夜公子为了救我，才以身挡剑。他对我这般好，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情谊。景恒平日最是冷静沉稳，竟为了你豁出性命。唐婉妹妹，你真是好手段呀！滚回你的院子，不准你再见景恒，滚！雪莹啊，你放心，只要没有我的允许，即便景恒执意要她，你是正妻，有我在，休想造次。大夫人，若唐婉姑娘是个安分的，也就罢了。可我听说她私下里与一个举子交往密切，竟有这样的事，真是丢人！景恒，
你怎么来了？你身上的伤还未痊愈呢。景恒，大夫人已经知道你和苏姑娘的事情了。公子，那名劫匪全招了，有人花5000两买通了他们，让他们在灵府生辰宴上劫走一名穿白色锦缎披风的女子，正是苏姑娘。她何时有过白色锦缎的披风？是谁送给她的？是林姑娘送的。我知道，你无非就是想要纳那个庶女为妾，但你可知她一边勾引你，一边与外男私相授受，这等不检点的女子，如何能入我们谢府？有何不能？你真是被她迷得魔障了，何时变得如此不守规矩？母亲，我为了你，为了谢家已经很守规矩了，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你，景恒从未对我如此疾言怒色，若是逆着他，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。好，就算你要纳妾，也得等正妻入门再说。谁知道苏唐婉将来会不会被你宠得无法无天，让你做出宠妾灭妻的荒唐事，毁了谢家名声和你的前程。哼，谁说我要娶她做妾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景恒，难不成你想娶苏唐婉为妻？有何不可？疯了！你真的是疯了！自开国以来，我们谢氏嫡子从未有过娶庶女为妻的先例。你这么做，怎么对得起谢家的列祖列宗？景恒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娶一个庶女，打我的脸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如果不想我告到大理寺去，3日后便带着退婚书过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雪爷，你没事吧？难道他都知道了？你真是太胡闹了！我一忍再忍，一退再退。如果为了这桩婚事要让堂堂种日以泪洗面，这门婚事不结也罢。你可曾问过唐婉是否愿意？景恒，身为谢家的嫡长子，从小金尊玉贵的养着，可唐婉呢？她出身于庶女，谨小慎微的走到今天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你若娶她为妻，无疑是将她架上火盆，世人会怎么想她？会怎么看你？会怎么看我们谢家？你是不在乎这些，你考虑过她吗？林雪因故劫匪杀害堂堂，我岂能再娶她入府，由她再伤害堂堂？什么？如今你有了林家的把柄，他们也翻不起什么浪来。我可以做主，让唐婉以贵妾身份入门，日后若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可以抬为平妻。对唐婉来说，这是最好的。景恒，你的身份既可以护她，也会害了她。你若真的爱她，就应该学会克制对她的感情。姑娘，您今日先是和大夫人坦白了您与大公子之间的事，又去找老夫人让她协助我们离府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还请老夫人允我离开谢府。你当真想好了？景恒喜欢你，你若跟了他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公子对我的情分，唐婉谨记于心。可唐婉不想做妾，只想嫁一普通人，安稳度过余生。还请老夫人允许。好吧，他们先是目睹了谢景恒为我离经叛道的一面，如今我主动要求离府，他们只会事事都满足我，我也能为你们和安安争取更多。姑娘，苏姑娘大喜，这些都是公子命奴婢们为姑娘准备的。苏姑娘还有什么吩咐的话，就跟奴婢说。这都赶得上正妻的理智了。是啊，公子宠爱看重苏姑娘，便是要天上的星星，公子也会想办法给您摘下来的。多谢嬷嬷，下去吧。是，奴婢们告退。姑娘，您真的不后悔，还是要离开吗？你想离开，
你想离开？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想去哪儿？不许瞒我。公子，方才清河问我是否要回梅州老家一趟，祭拜父母。我想着等你大婚之后，可以与你一同前去。好，我陪你。这些东西可还喜欢？还想要什么，就跟李嬷嬷说。我很喜欢，可是这些未免也太贵重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在我心中的分量。我为你梳妆可好？怎么样？很好看。我的婚期定在半月后，那日我会以贵妾体制同时迎你入府。不过这些时日我得去沧州一趟。唐婉都听公子的安排。今日怎么这么听话？公子对唐婉情深意重，唐婉心中自是感激万分。她明明乖顺温柔，为何会感到心慌不安？女人若是不吃醋，要么是不爱你，要么就是要离开你。要不我不去沧州了，这半月我留下来陪你。这怎么能行？公务重要，我会在府中等着你回来的。糖糖，我们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谢景和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新娘子出门啦！谢大公子和太师府嫡女林姑娘真是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啊！是啊，多般配，真羡慕呀，真好啊！舒唐婉，终究还是我赢了。起轿！姑娘，安安姑娘已经被老夫人悄悄送走了，温公子的马车也在城外接应。今日一别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糖糖，这世上除了你，无人能影响我。我喜欢你，糖糖，我们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足够了。不好了，苏姑娘屋里着火了，快救火呀！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！完了，快派人去通知大公子！公子，今夜是您的洞房花烛夜，林姑娘已经在这儿等您整整1夜了。我不想去。我要见糖糖，我想她了。公子不可，传出去您会被人说您宠妾灭妻，连带着苏姑娘的名声也会受到影响的。日后你住在谢府，我会带唐婉出府别住，她不必成婚定事，你们2人也不会再见面。景恒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嫡妻，你怎能如此待我？你用尽手段，执意如此，没人逼你。公子，苏姑娘出事了。糖糖怎么了？西院突发大火，什么都烧没了，苏姑娘没救出来。公子，姑娘，苏唐婉，她是存心的，她死在了我的大婚之夜。未来的每一日，只要景和一看见我，都会想到他的死。您别这样，姑娘。我输了，我彻底输给一个死人了。让开！景
夜苏姑娘突然说饿了，让奴婢去拿吃的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大火已经烧起来了。听说清河在见安安姑娘的途中，两个人不慎坠入了险。苏姑娘听了之后，万念俱灰。陆晨，他死了，他竟一把火烧了自己，他真狠。他没有死，你听见了吗？他在哭，糖糖，他在找我，我要去找他。公子，苏姑娘已经死了，您别再难过了。糖糖，我想给我做妾，你为什么要自残？这么大的火烧在身上不疼吗？我不逼你了，我再也不逼你了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公子，景恒，景恒，来人呐！快来人！苏姑娘，我们已经到达襄州，你若是不嫌弃的话，日后可以住在这里。多谢温公子。苏姑娘，如今我已经考取了功名，也在襄州有了官职，我想求娶你为妻。温公子，你当真不介意我曾在谢府？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照顾你，陪伴你。谢景恒已经娶妻，我也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你答应我了？那我立马筹备娶妻一事。景恒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还年轻，要往前看呢。君母，我从未想过糖糖会离开我。他远离家乡，孤苦无依，除了我，他能依附谁？景恒，我从未想过他会这样离开我，他真狠。景恒啊，你现在伤势还未愈，不能这样劳心劳神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唐婉，那日后母君为你寻两个样貌相似的姑娘为妾便是。没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。你究竟要为他疯魔到什么时候？母亲，如今我才是谢家家主，您已经管不了我了。我从未见他如此痛苦。母亲，这次是不是我们做错了？我们只是没想到他对唐婉动了真情。公子，我们查到了，苏姑娘可能没死。唐婉，我有件东西想要送给你。这么贵重，你哪来的银子？为官制，怎可收礼？王老爷还是拿回去吧。听闻温大人近日娶妻，便当作是小人的贺礼，还望温大人日后担待一二。好，那我就把礼收下了。我手里有一些积蓄，如今也有了俸禄，买这些不算什么。好吧，但说好了，以后不能这么随意花钱了。好，以后家里的账都归你管。果然是他，他没死。这名女尸生前患有严重的肺痨，这与苏姑娘并不符合。属下按照您的吩咐去查温之许，发现他半月前确实和一名女子来到襄州，即将成婚。唐唐，你布下骗局，假死不生，竟然是为了离开我，嫁给他人。哦，衙门还有些事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好吧。多谢公子。谢景恒，借过借过，卖糖葫芦喽！难道是我看花眼了？为何隔了这么久还会想到他？公子，温之玉已经收了那名贪污盐商送的礼，还以为要费多大的功夫，真是无用。带上人，直接去温家。是。唐唐，你会回到我的身边的。大人呐，你为
什么要抓我们呢？温之许涉嫌贪腐走私，我家大人从京中而来，特来追查。什么？这……昨日抓了一名潜逃的盐商，叫王大勇。他说曾来府上送礼，行贿1万两。怎么可能？王大勇只是听闻我即将大婚，所以送来的新婚贺礼，并未行贿1万两啊！还请大人明鉴。那这是什么？大人救救我！我是被冤枉的，大人开恩呐！听闻你府上的夫人花容月貌，只要你成婚当日将她亲手送给我，我可饶你一命。大人，3日之后我便要成婚，我怎可卖妻求荣？你傻呀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留着那个惹是生非的干什么？大人，您若是喜欢，尽管将苏唐婉那个孤女带走。娘，你寒窗苦读20载才考上了功名，如今为了一个赔钱货要放弃官位，要么送走他，要么我死，你选择一个。3日后，我会将她送给他。堂堂，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想嫁给的无用男人。姑娘，温公子好几日不见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许是今日衙门公务繁忙，待成了婚，兴许就能见到。吉时到了，姑娘上轿吧。吉时到，起轿。娘，我终于得一新人，能嫁他为妻，你在天之灵也可安心。多谢公子。听说谢景恒已接任家主之位，此刻美妻在怀，春风得意，怎会出现在襄州这种偏远之地？清河，怎么没声音了？是到了吗？清河，怎么是你？堂堂，好久不见。把媳妇脱下来。今日是我成婚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只能嫁给我。你放心，我会为你准备更好的。你就是个疯子！你放开我，我去找温之许。怎么？以前在我面前装的乖顺柔弱，现在连装都不装了？为了一个温之许不惜以死来骗我，你就这么喜欢他？是。可你当初也说过你爱慕我。我们无缘无分，何必纠缠？况且我早就不爱了。无缘无分这4个字也是你说了算的。明明是你先攀上我，为何要变心？他能许我正妻之位，你给不了我。可他为了自保，已经把你送给了我。不可能！让他进来。大人，不知唐婉现在何处？他也在我府上。你送的人，我很满意。大人满意便好，还请大人救卑职一命，重审此案。滚出去！是。你逼我做妾，逼温之许将我献给你，谢景恒，我恨你！堂堂，我多恨你骗我，但即使在骗我，至少你还活着。我只要你活着。公子，公子，苏姑娘仗着您对她的宠爱，简直无法无天了。你说的对，确实无法无天。就是。我说的是你，他也是你能议论的。姑娘，这是公子吩咐的，您就吃点吧。他到底还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？立刻让他来见我。下去吧。你若是不吃，你妹妹还有你的婢女清河，他们都得陪着你挨饿。我吃饱了，现在可以去见他们了吗？
坐过去，梳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罢了，还是别惹怒他为好。是我错了，我不会再逼你做妾，也不会再逼你喜欢我。公子，您这是终于想清楚，打算为爱放手了？没了他，我会死。你去安排人，去准备一场刺杀。公子，就算苏姑娘不喜欢你，你也不能杀了她呀。刺杀目标是我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海棠花呀？奴婢听说这片海棠花园都是由大少爷为您亲自栽种的，一直由他打理，从没有让别人经过手。他喜欢海棠，不是因为林雪银吗？您出事后，大少爷便一病不起，险些丢了半条命。没多久，便继任谢家家主之位，与林家和离，又远赴襄州去找您。奴婢看得出来，大少爷他这次是真心的。然后呢？继续哄着我做妾吗？糖糖，你来了。谢景恒，你何时才能放我离开？糖糖，我说过，我不会再逼你。过几日我就会回京城，这里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到时候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再干涉。我爱你，但我不想再让你流泪了。糖糖，小心！谢景恒，来人！是我错，我不该逼你做妾，我应当用其他法子的。我只是不想让你离开我，对不起。我早就不怪你了。来人！这样的事，以后你别再做了。你猜到了，糖糖，我不是故意欺骗你，我只是不想你离开我。我不会再让你做妾了，我想娶你，做我的正妻。我想一生一世和你在一起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做你的正妻，只是不想步了小娘的后尘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在男人虚无缥缈的爱上。我打算好了，我准备用我攒的银子开家药铺，治病救人，将安安好好的抚养长大。我会等你，等你回头看看我。你怎么了？我去叫大夫。明明知道离别苦，百转千回不堪言。景恒哥哥，你不是喜欢林雪银吗？你为了她，又是种海棠花，又是送她海棠簪的。谁告诉你这是送给她的？谢府的海棠花园，还有那只海棠簪子，全都是送给你的。除了你，我没有喜欢过别人。真的吗？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谁要你的对不起？我要你补偿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京城第一女医官苏唐婉姑娘嫁给名门谢家家主谢景恒公子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呀！苏姑娘济世救人，深得陛下和太后的青睐。这桩婚事啊，就是陛下亲赐的。及时到，拜堂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我谢景恒此生唯你一人，绝无二夫，你可愿与我携手一生？我愿意。